好，这是我老弟。OK， 这是我老姐。我们终于打算开始看乒乓这个动漫了，就是一直都听他好评特别多，但是我们两个虽然都看过一些体育番，但是一直没有看过乒乓。然后这次打算拽着他一起看，主要因为他平时也有时间了，现在平时也运动。对，就是我这个体育天赋比较高超。我一般喜欢打篮球，学校有时候组织足球。对，他是校队。对，我明年就是队长了。真的你对他好像是初三了，初三就可以当队长了。对，然后呢，打排球的话，看过一些排球，从而就喜欢上了对，排球。他看了《排球少年》，然后呢，因此去打了排球，也非常好玩，好吧？你小时候也是学过打乒乓球吗？他也是小时候上过乒乓球课。对，就是在我们家楼下那个地库那个阴暗的世界里，就有一个台球桌那摆着，然后那个灯，然后时不时还突然没电，你知道吗？然后打球不知道飞哪去了。他会打一点乒乓球，然后我的话我也只会打一点点，我完全没有上过课。但是我们高中的时候也有就是那种乒乓球桌，然后有时候下课会跟同学们瞎打，但是我也不太行。OK。你至少还是会一点技术的，点对，你是系统稍微学过一些的。学过一点点。你觉得乒乓怎么样？很一般啊。很一般。我们要看这个动漫。那就看这个动漫就非常好。OK。不是还看过一点《灌篮高手》？我们之前去看了，对，我们之前去看那个灌篮的那个电影。你最喜欢的Slam Dunk里面是谁？那抢板了。抢板的是谁呀？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乒乓吧。好抽象啊！你是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动漫是干嘛的？上についてんのにチャックは全開でさ。せっかく注意してくれたのにシカトしちゃって、2限の終わりから4時間近くだぜ。その間誰も俺を注意してくれねえの。他这个画风おかしくね？跟就平时那些不一样。お前本当に笑わねえよね。今日ペコは？知らない。あいついねえとまた太田さんうるさいぜ。お前ら目の上の単行部だし分かってる？乒乓球的知らないよ。ちげえよ。ペコお前の言うことしか聞かねえし。ペコのことで俺ら。こら1年ダメってんじゃねえぞ。3年来てんだろこれ。岳本成。怎么又是岳导啊？长得那么多。你完全不像岳导。眼界。声出せ1年。你会吗？这样切？不会的，就可能这个。キャプテン山田。なんすか？メガネのカットマン。あんな子うちにいたっけ？何言ってんすか？存在感这么今年入った期待の2強の1人じゃないですか。片割ればっくれちゃってるんで、小泉先生も何か言ってくださいよ。それペンのおかっぱの子？はい。練習嫌ならやめてもらえば。そうはいけませんよ。あれでもうちのエースですから。ミスターメガネは？確かに月本も図抜けてはいますが、星野の相手ではないです。うっさあ。有点消沉。他很多分镜都有点像这种漫画的那种歌。そんなこと聞いてんじゃねえんだよ。地図書きますから自分で言ってください。何よ？別に僕はペコの保護者じゃないですから。お前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っとマジいじめっぞこら。欺负人怎么ミスター太田荒れてる？はい。星野と月本が入ったおかげでレギュラー外れましたからね。2人は自分たちの技術が我々より長けているのを知っていますから。生意気です。新入りだろ。这就是那河童头でも10年はやってるよ。厨房のあんたくらい任す自信もある。そういうこと言ってない。俺握らない相手とは打たないの。握るって何？お金？おばば4番台借りるよ。金かけるやつには貸さん。聞いた？ワンゲーム1000円ね。これから俺ここじゃペコで取ってんの。あんたも揃えてくれていい。本貸しこの勝負で俺が勝ったらちゃんと3くれろ。
ペコさん、そう呼べ。这是片头 opening， 哇，一般都直接唱，知道吗？不可能跳，不能跳。音乐做的还可以吗？就这个人这个线条就有点，这是他的这种风格，对这个风格，哇，有点东西，就很有张力。其实这么表现，哇，这个怎么感觉有点短？哦，乒乓球哎，哦，我以为就结束了，你知道吗？那 opening， 这个怪我都没看，你知道吗？直接哔哩哔哩自动跳，你知道吗？哎，好像漫画那种的感觉。对，真的很。感觉被橡皮擦，但没擦完全那种感觉。是有点像。哦，嘴型都对上。很像那种线稿儿。这歌还挺热血的。歌还行。哦，よっしゃ哎，他衣服上也是星哎，还是星眼。我左手，我的天！よっしゃふざけた真似しやがって。ガチャいいんだが、ガチャ。ようスマイル、珍しいね。誰？新入りだよ。中学の頃いいところまで行ったとかなんとか言ってるけど、所詮大学のボンボン卓球だね。哇，哦呦，打正式楽的しいかい部活は。別にどこで打っても这変わらない。这真有点越岛了。懂吗？我这違うよスマ一イル。推眼镜，然后那说话的方式都私那么はお前に低沉，あの程度の学校入ってほしくなかったね。叫月本嘛。買いかぶらないでよ、ババ。这能在界内这么厉害？迷惑なんだ、そういうの。子供のコーチの件は考えてくれたかい。他当教练。無理だよ。子供って何す就る这性格当かわからないし、教练都得被学生打。嫌いだし。危险发言。这救球水平。有点东西。0パウンド。零分。俺に挑戦するの3世紀早まったね。俺の10年の努力は一体。努力なんて才能のない天やつが才，这就是するもんさ。天才。天才。俺高校跳ねったらヨーロッパ行く構えよ。俺が卓球でてっぺん取ったらこの道場にも箔つくねよ、ババ。そういうのはね。欧洲好多就是打あなた乒乓特の抜かす厉害。上等句だよ。还不如我们国明朋。日は部活おいでね、ペコ。もう帰る？打ってかねえ欧洲の也？挺强，确实。どうでもいいことだけどさ、瑞典挺言う厉害的。ように頼まれたから瑞典确实。一応。しんどいだろうね。ああいう生き方も。あいつのいいとこでもあんだけど、俺としてもいつまでもあの調子じゃ困んだよね。もう厨房じゃねえし。笑わないからスマイル。強いの？俺の昔からの長いダチだかん。スマイル3で揃えてちょんまげ。这是不是那个？なんで笑わねえの就是月本镰は。仓有一やっ个。ぱりあれバカにしてんの俺らのこと。よせ这太田块面。团。疲れるんですよ、なんか。笑ったり怒ったり。哦，かっちょいい。気取んなよてめえ。もうよせって。先輩命令だ。笑え。へえへえ、
ぱ子宮から1年早く顔出した人間は偉いっすね。バカよせ。完璧に売っとるであの一年。なめや可能仗着自己有才华，おい、就是何やってんだよ。まあまあ、落ち着け。練習戻れよ。ほら。質問してんだよスカタン。这哥们儿头型有点像周周里面的。ケロケロ。焼いてんだあいつら。卓球じゃおめえに勝てねえから。コンデンスミルク吸ってたら糖尿なるよ。こんなとろい部活ばっくれて辻堂学院行こうぜ。チャイナミニよ。チャイナって中国から来た助っ人留哦，学上海，関係ないじゃん。真中国人。スマイルってほんと典型的我也 B 型だよね。他们都是 B 型血。ショーの一軍にいたってのはもう他の国のナショナルチームレベルなわけよ。ハローエブリバディ集合したかね。ほら見れ、お前がちんたらしてっから小泉来ちゃったじゃん。レッスンレッスン。平移。哇，好长啊！这还长手长脚的。やっぱうまいわ星野。抜いてんじゃねえぞ一年こら。キャプテン山田にクエスチョン。ミスター月本は今日不調。さあ、聞いてませんよ。这个是吧？なぜです？やけにプレーがイージーだよ。ああ、相手が星野では仕方がないですよ。あ？練習態度はともかく、実際星野星野は就是那个強いですよ。 Nico。フットワーク、バック、ブロック、すべてにおいて。長いの二人。駅前に田村って卓球道場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あるね。二人ともあそこの出身らしいです。ああそう。ほんと楽しみですよ今年のインハイ。あの二人がどこまで行くか。一个防守。 No man so good, 我们 but another maybe as good as he. 来劲なんですそれ。听得懂吗？我的天哪！上がいるという意味。人外有人，天外有天。ちょっと来いこら。さっきから俺の視界に月本と星野が入らねえんだが、どういうこと？あいつらなんかチャイナスパイスルとか言ってな。辻堂学園行きました。表出ろお前ら。外周走ってゲロ吐いてもらうわ。这钱被气死了。激我钱。一番膨らむ風船顔ってなんだろう。知らない。ファブリシャスもいいけど、丸川もコストパフォーマンス的には外せんよね。不行。おめえもガムいる？いらない。就日向的。今頃1年。大谷外周やらされてるかな。多分。お前と一緒だとほんと楽しいよ。会話も弾むし怎ね。么？你受不了了？次の駅？你受不了这种次の次。面瘫吗？没有，我还挺喜欢他的。OK。因为有他后面还挺。外面冷不冷？我哪知道？自己想呗。真中文。早知道就去欧洲留学，去瑞典，去德国，哪儿不好？啊，都下了飞机了，还说什么呀？这肯定是中国人配的音。那肯定啊啊！哎呦。哦，这怎么是李白的发型啊？这发型。孔文革。哇。有点。我这感觉像老了，比他们老好几岁一样。年々弱小の一途をたどりましてね。私ども内地へ絞って一計を案じました結果、コン・ウェンガ君のような一流の選手を招き、直にそのご指導を仰ぐことこそ最善であるという結論に達したわけでして。这什么呀？这什么？跳民族舞呢？日本のプレーは大変参考になりますと。先生、ランニング行ってきます。文哥，一起去跑步。打得乱七八糟的。哦，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中文，在这种日漫里。彼なんと。時差の疲れがありますので、明日から始めて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おお、いやそれはごもっともです。気がつきませんで。
待てよスマイル。お主まさか正面堂々と行く気？行く気？なんで？なんでって。这俩人什么东西啊？像个企けど鹅。さ。あれかな、体育館。哦。太过分了，文革！别忘了，是人家花钱请你来打球的。能赢就行了。有点，挺有自信的。你看到那帮人没有？我只用正手也能打赢他们。哦。唉，早知道就应该看清自己的实力，退了算了。10分。公園が。ほう、これが本場の中国青年茶クラバ。全員チャイナのカンフーで抹殺されたのかね。ランニングだよきっと。へ、なんちゅう練習メニューだそりゃ。いい台使ってるな。このペンもさ、ほれ、いいラバー貼ってんよ。大した実力もねえくせによ。カーボン入ってんし。ウェンガもいないみたいだから帰ろうよ。え？ひー。冗談だろ。チャイナ来るまでの暇つぶしだ。こいつでお前のカットさばいてみたいよ。你接得住小球吗？开运气。哇！什么短场？世纪大短，世纪大短场。这啥呢？看啥呢？这白平了。又回到了他的这个天空了。听见没有？削球技术不错呀。光靠听就。打快攻的占优势。而且还有速度。哇，好清脆。快攻那个打得很生硬啊，不如削球的。削球的也招架得够吃力。那我一直说错了。快攻那个感觉轻灵有力。有点不对，快攻是很快，但破绽也很多啊。削球手在故意让球呢。为什么？这都能听出来？我哪知道？哦，讲究那种礼仪吗？不说了，进去瞧瞧。翻译自己拍啥呢？风声太大，听得不清楚。哦，我好喜欢这一段。这种就是这样分析。这排球少年。这个开始跑步了。ミスター月本がいないね、キャプテン山田。辻堂学院にスパイに行くとか言って帰っちゃいました。はあ？どうせサボるための口実ですよ。星野が誘ったんでしょう。声出せ一年。这个只能。哎，你们跑步要喊吗？キャプテン、もう中に入れてやれよ。陸上部じゃないんだから。いやしかし。どうすよ。先生が甘いから星野や月本が甘えるんすよ。まあ今日のバックルは多めに見てやりな。先生。中国はラーメンと餃子だけの国じゃないことを知るにはいい機会だ。一年集合。别打了，再这么打下去会成习惯的。戴眼镜的。就是习惯性的让他吗？全力以赴，对，才叫尊重对手。つまり彼が言うには。不用翻译了，教练。戴眼镜的听得懂我说什么。脱衣服这块挺帅的。你好，你好，这好日向，这不是吗？日向和月岛，身高都。来学一下我的球。谢谢。不是你，不是哥，你就跟他打一下呗。哦，哇，緩急ありすぎ。这什么发球啊？よく曲がるね。スピードあるし。他那么厉害，但是你接不住。4000年のスーパードライブってか。4000年的超哪这是什么玩意儿？哇，你看这个球路。来た。中国4000年。我根本接不到。旋下去了。哇，都到那儿还在旋。
沈むドライブもあんのかい。じゃあ今度は。但这次肯定又出其不意了。用高悬了。上旋。哦，转场飞机了，哦哟。哇！上天要惩罚我吗？上天要。すっげえ回転。こりゃかぶせて当ててくっきゃねえか。被赶出了一流团队，竟然要流放到这群人。哦，难怪他怨气这么大。哇！就是他是被赶出一流团队了，真是地狱啊！然后呢？所以被来这儿，哦，上海啊！球王国的我，你都不知道这个时候熬过了多少血泪般的训练，做出了成绩，养活了家人，就因为犯了这么一点点的小错，沦落到你反手无力，正手不精，脚步松散，反应迟钝，没一个动作像样。就你还想跟我同台较量吗？做你的美梦！为什么要来到这么个边远的小岛国？要让你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弱小，多么的无能！手感，怎么躺那儿了？完全被打。他真的做到了全力以赴，尊重对手，这太全力以赴了。哦，这不是跟那个他之前打那个人闭环了？对。你也太狠了吧！这就是现实。等一下，眼镜。该你展示一下削球了吧？今は君に関心があるんだ。相手をしてやってくれないか。どうせ負けますから。他说反正要输，不打了。谁输啊？他为什么一直都这么对，完全不肯定自己？也没有一个好的。这不是月岛吗？停止！对呀。不，你看这月岛。像我这样有自信没才能的人，才真正可悲呢。啊！可是他这么厉害。练习去吧。有这样的高手在，总算是有点欣慰吧。他看到了月本的才能，别人都是看到了 Pickle 的。这富士山。何それ？モンスターラボ。いや、その歌。変。少しな。次の駅？いや。研磨。次の次。这个取景还挺好看，这特别漂亮，还是那种粉色的水。OK ending 了。哦，这世界就做挺模糊的。我觉得还挺好听的，还行。但你平时都不怎么听 J-pop？ 不听这个，对日文歌我都没咋听过。你感觉第一集看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就反正吧，就是跟我以前看，不管是海贼王还是那个排球、灌篮高手，就这个画风都很不一样的。确实，我也没有不太见过这样。主要是我没看过什么动漫，就是漫画之类的东西。就是你看那种漫画，我就偶尔看一看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体现出来了，就是这种感觉。你会觉得第一集看完有吸引到你？就这个月岛不是这个月本，这个人物形象设定的还挺好的，还有这个
那个叫什么中国那个上海那个人，挺嚣张的。孔文革。孔文革，你觉得他的嚣张是来源于什么呢？嚣张，他不是说嘛，就是因为以前那么努力获得那么好成绩，然后养活了家人，最后犯了一点小事儿，就被驱逐了，然后呢就只能沦落到这个小国，然后在这就宣泄自己的这个情绪不满是吧？中国本身就很多培养那种乒乓球的那种运动员，所以呢竞争非常激烈。你看他们那个全中国那小孩就在那儿狂打，对，狂打，就是能在这么多小朋友里面脱颖而出，其实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对。但是即使是这样，他还说自己没有才能，可想而知这个竞争力挺大。然后呢，来这儿可能就看到，就是觉得自己就高高在上，可能这里没有什么天才，但是知道这个月本的出现。对，他们这个名字起的也很有意思嘛，就是一个是星星，一个是月亮，但是呢，但好像大家周围都只是看中了这个星星，但是却忽略了月亮，就是月本。对，然后月本他也一直感觉在谦让吧，是吧？可能他的习惯吧，就是自己挺强，就是不愿意表达出来自己的这个天赋，就是谦让。像你刚刚就是在看的时候，好像也说，就觉得中国是乒乓球的强国，但是你不觉得就我们这个年纪出生的时候，中国乒乓已经是非常厉害了，但是其实每一场比赛它都不是一个既定就是一定的结果，但是我们可能都期望值太高了，会放在比如说中国乒乓上，就包括这次奥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啊？了解一点点吧。对，但反正就是有一个选手不就是有个选手不就是止步32强，就输给了一个瑞典选手吗？就是男单，这个竞争也挺激烈。尤其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就肯定是会，就感觉像是我们的乒乓球是一定不会输的一样，对吧？但是其实每一分都是非常无比艰辛的，没有什么理所当然。而且我觉得也很新奇，就是在这种日漫里听到这种中文的配音，对，而且就很很对味儿，真的很对味儿。它跟就是中国其他那种动漫那种配音讲究的那种声音，就是很酥的那种声音完全不一样。你不就很有磁性还是什么？挺特别的，反正我没听过那种。这一集里面我最喜欢的片段就是2个中国人他们站在那个天台上的那段，对，一边听他们的这个球技，一边就是进行分析，就是那种画风也挺酷的，真的。就是他们在外面这个不同环境，然后里面打着，然后那个视角。其实我感觉这种画风还有这种线条，它真的很能展现出那种运动时竞技的那种张力。还有我很喜欢他那些就是对于那个球路，你就跟着那个球，对，透过那个网和那个球板，真的很球拍。球拍对，就是感觉很有意思，我觉得。确实。就感觉很激烈，而且他很喜欢在一个就是在侧边的那个视角。就是能看到整个球桌，然后呢，人好像都已经就是人的动作都变成了那种抽象的线条，但是你就能看到他的那个打击的力度，还有他那个球路的迅速，对，真的还是挺震撼的感觉。一个屏幕就切，不同的对，就像是漫画格子一样，对，有点像。生まれてこなければよかった。スコンクで負けた。他应该都没有背过吧？还是零分。さ、悪いけど今日帰ってくれよペコ。空気よどむ。見えないよ。どこにある？奴の好き。哦，这就是他们的训练吧？以前在。现在反手右旋，正手。すげえな。あれって球種もコースも指定されてるの？太強了。俺らと一回持ってくんないからな。舐められてるのよ俺ら。ところで今度ラバーって国内不这我还真不知道。もうショーの代表じゃねえから違えんじゃねえ？吵！烦不烦呐？空が集中できないので。他怎么说的很婉转？这个感觉非常的委婉。怎么了，文哥？戴眼镜的射球手今儿没来吗？君たち知らないか？カットマンでメガネの子。ああ、いますよ。ゴーだ。ゴーさん呼んでる。不是。
不是，我们继续，教练。哇，他到底在哪儿？啪！右手中国式支配，在这儿吗？ここは静かで安全だ。とても落ち着く。干嘛呢？他把自己。大丈夫。僕はここで平気なんだ。天哪！僕はここにいたいんだ。息も殺して静かに、ロボットみたいに。だから。哇，这个光。だから放っておいて。哦，这太小时候吧。应该是以前。哦，这不是最开头那个什么？哇，打怪兽。打怪兽。哇！天，这恶魔吗？够。英雄残杀。是不是就是小男孩小时候都会想这些？幻想了可能。幻想时刻。駅前の卓球場ですよ。地図書きますから自分で行ってくださいね。そういうこと言ってっとね、月本。本当にいじめるよ。でも理屈から言えば。理屈から言うな。そうじゃ。それが体育会の掟じゃ。行くな、ミスター月本。君もう田村に行くな。星野とは打つな。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ああ、そうな。君抜いて打つもん。星野が相手だとさ。行きませんよ。ないのね、自覚。ミスター月本は明日から毎朝5時に私とトレーニング。勝負への執念にかけるというウィークポイントをインハイまでに克服します。レッツスポコン。私プロポーズしてますよ。それでは明朝の5時楽しみにしてるよ、ミスター月本。来ませんよ、僕。很好奇他为什么会这么没有斗志呢？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这么没有斗志。よかったな、月本。可能末永くお幸せにね。像铅笔的那种笔触。对，就是跟漫画画上去的一样，你看那一帧一帧的感觉就是。这歌词儿也写的挺好的。确实还可以。不断的往前奔的感觉。堂前证明哎，让自己舒服的事，然后经典吐泡泡。炭酸も軟弱にな但日ったもんだね。本的乒乓球也很厉害健康了。ブームだかなんだか知らんが、この微炭酸中のだけはどうも。ようスマイル、終わったんか部活。うん。来週やらされただろ。俺サボったかんよ。うん。お前も大変だな。俺が休むたんびに先輩に絡まれてよ。好冷漠。それも今日までだ。他这就放弃了，就因为上一集被零封。啊？ってお前ね。嫌ならやめたらいい。就像歌词说的，做自己舒服的事情。うん。無理して続けることないな。不应该。あとどんくらいある？インハイの予選まで。2ヶ月。やれやれ。落ち込む暇もねえのかい。还是打算去打。おばば、4番借りるね。銭はもらうよ。今日で4日目だ。私は一人寂しく体育館でラジオ体操をしている。なぜ君は朝練に来てくれない？ミスター月本。なぜ行かなくてはいけない？为什么要叫ミスター？コーチの仕事というのはね、指導する選手が存在して初めて成り立つの。君、私の選手としての自覚ありますか？ないですよ。头疼。ああ、君にはとにかく卓球のことだけ考えてほしい。今何考えてる？天赋。第五道題。ナンセンス。高校の英語教育が何の役に立つ？ウルヘイ先生、聞いちる。ソリソリ。暇つぶしなんです。突然想到，卓球も英単語覚えるの。影山说过，日本人为什么要学英语啊？对呀。スマイルはピーナッツ派？
キャラメル派？どっち？キャラメルだろ？これって常識な。ところが近所のコンビニピーナッツっきゃ置いてねえの。パチパチとか邪道じゃん。やんなっちゃう。ミスター月本、何食べてる？ハンバーガーっしょ。ノットバーガー。バーガー。笑死我了！要吃营养最好，你也不能吃汉堡。为啥不能吃 burger？ 卓球をやるための体を作る健康食だ。僕こういうの。愛ね。Yes, 愛。我这个黑板也很爱因斯坦哦。感觉他是因为天赋被强迫来打乒乓球。72岁了。哦，なになに？小泉かね？小泉给他写的。ハードだ。捨てといて。変化つけて、もっと粘れ粘れ、動かせ足を。小泉って力入るとこんな感じですか？但是他都没有100%用尽全力，都已经很厉害了。对啊，对啊，他只是觉得消磨时间一样。ノータッチで抜かれるな。なぜ攻めない？ミスを待つな。行くんだそこで。何度言わせる？やる気あるのか？瞬間不打了。どこへ行く？ミスター月本。おい。逃げた。wait。しょうがねえな。おお、今日は富士山がよく見えるぜ。元気出せスマイル。いい天気だぜ。章鱼，哎，我还吃过这个，这是不是那个江之岛啊？你不知道？我跟妈妈去过。卓球にしてもどんどん複雑に単純じゃなくなってくる。那他其实还是很好的朋友的。小泉のコーチングは的を得てんと。就是来找他出来。違うんだペコ。僕は楽しければいい。面白ければ十分。勝つために何かを犠牲にしたり、引きずり下ろしたりしたくないんだ。他可以是他自己。哇！什么？自分は海洋学園2年風間隆一であります。突然冒出来一个光。本日は練習を見学させて全能型玄巧为主。海王。なんでドラゴンが昨年のインターハイ王座だぜ。世界ジュニアでも不是这哥们儿看着完全都不像学生。这不是教练吗？我以为他不是就是高中生。少し外へ出ないか、ミスター風間。うちの選手は気が小さいのでね。今日は月本いないよ。这音乐。お目当ては彼だろう。彼を見たのは中学最後の県大会。その試合彼は負けましたが、コントロール、スピード、ゲームメイク、反射神経、集中力、すべてにおいて中学生離れしており、正直自分が脅威に感じたほどです。でも負けた。相手は佐久間学。今はうちの1年ですが、以前は月本君と同じ卓球道場に通っていたと聞いています。なるほど。人間の反応時間の限界は 0.1 秒。そこへ可能な限り近づくことで卓球の極致に至る。海王理事長の言葉だ。はい。浴衣を着て行うタイプのものとは本質が違います。それ、うちのこと言ってる。つまり君は月本がこの学校に不釣り合いだと。自分の目には軽軍の一角に映ります。ミスター風間にクエスチョン。2ヶ月後のインターハイ予選でうちの月本が君に勝つ確率どれくらいある？ゼロ。皆無です。天哪！この星の一等賞になりたいの。俺は世界チャンプ目指してんだな。これが夢なの俺の。これお前とは違うな。他刚刚还想放弃呢。単純なのよ俺の場合。人様がどうなろうが敗北なんか楽しめねえかんよ。とにかく勝ちゃいいかんね。それかっこいいね。応援するよペコ。
ほんなら明日も部活来いよな。可是おめえいねえと練習人なんね。外有人，天外有天。また夏いやつが来るぜ。总是有那种更厉害。哇，那个灯在那个，哇，好漂亮啊！做开心的事情。你看我就说嘛，打就一摞一摞的打。どうして僕だけ違うメニューなんですか？君が他と違う選手だからだよ。特殊对待。急ごうハニー。我々には時間がない。2大練習。しごきだぜ。遅い遅い遅いよ。这是什么训练啊？止まらない。这样的话，它活动的范围更大，可以就是吊你两边的球吧。吃棒棒糖。这么老大个儿。あいつマラソンすげえ速いんすよ。お前練習中に車をめっちゃしたんだよ。飛びつく。そら。腹。哇。コンビニ。遅い。狙いの月本。とんないでしょ。こんなことしてどうなるんですか？強くなる。被抢了。くだらない。下るよ。賞状やトロフィーがそんなに大切ですか？頂上に立たねば見えない。但是他对乒乓热爱吗？僕は興味ないです。君はそうやってすぐ自分の殻に閉じこもる。激励他。僕の生き方です。先生には関係ない。ならば試合を申し込むよ、ミスター月本。もし君が勝ったら、私は今後一切君を干渉しないことを約束する。我觉得应该像从这样方法来激发他这个真实水平。私の犬になってくれ。老师好逗啊！笑死我了。开始打赌了。ベストオブ3始めます。小泉先生、サービス。調教する。レディー。あのご老体本気でスマイルに勝つ気かな。無理無理。昔は鳴らしたらしいけど、月本の敵じゃないよ。教えてあげるよ、ミスター月本。君の卓球がいかに軟弱で。这是他衣服上的蝴蝶。哦。外しましたよ、今僕。这速度。でもリターンしたもんね。ワンラブ。大人げないっすよ、先生。感觉已经慢慢开始开始生气了。いや、君は萎縮する。闘志をむき出しに挑む相手に対し、ほら、君は怯える。シャー！这么老了。吠えるね、じいさん。よく知ってる。スマイルが嫌がること。読めるよ。君の考えてることが手に取るように。この角度の打球に対し、君はストレートへほぼフラットに返球する。ここだ！そして君の見切りは極めて速い。その潔さ、甘い。その薄い羽では海を渡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敗北と挫折、喪失と死闘。すげえ。シャー！孤立と混迷。这一把会被虐杀，第二把特别好。可入土。他确实很老了都，很有精气神儿。教えてあげるよ、ミスター月本。エイトラン、君の甘さを、勝つための強い心を。哇！哦，小时候。要突破他的这个舒适区，要让他热血沸腾起来，而不是内心平静。要不然激发不出来他。不是这个箭头太搞笑。死了都不知道。11-4、ゲーム2、小泉先生。ヒーロー剣山。ヒーロー剣山。ヒーロー剣山。こりゃひょっとするとひょっとするぜ。へへ、変わらねえな、スマイル。お前は甘さが抜けねえの。弱点のミドル攻撃。とっさにフォアで打つかバックで打つか迷うところ。君は必ずバックカットでロングに打つと決めている。実にワンパターン。なめんな。君の慈悲がそこまで深いのかね、ミスター月本。
私の犬になる覚悟ができたかね。お手と言ったらお手をする。3回回ってワンとなくやってもらうぞ月本。私は君の首に縄をつけて毎日散歩する。君は素晴らしい。俺たちを支える人間の鏡だ。どうしてみんな僕に構うの？何もしてないのに、怒ってもないのに、笑ってもいないのに、ただいるだけなのに息も殺してる。言われたことだけ静かに。哇，你看这个灯光影。ヒーロー剣山、ヒーロー剣山、ヒーロー剣山。誰？哇，好科幻！哇，还是这么想。哇！哇，没想到，哎，要进攻了，像机器人一样。限制解除。Frankie。 Super。哇，这太帅了！就是这种。他真的有在尽力了。就开始激发出来了，人家翻盘了。哇！怎么站得住？热血起来了。翻盘。可以。走投无路。这么还有卷卷眉啊！生しすぎだろあのじいさん。もつれりゃつれえさ。驚いたぜスマイル。お前いつの間にそんな打ち方。可能这就是他的天赋。ガキだね。挨拶もできないのかい。こいつ笑わねえんだ。卓球？卵握るみてえによ。这他们小时候。そっとな。哇，他的眼睛还是那个机器人形态。好冷漠啊！そうやっていちいち間を空けられるとすごく不愉快です。布団ないでしょ。那边没被子吧？我的天！回旋。審判，彼危険。听那机器人的声音了。取り消す。いいぞミスター月本。大変良い。Very good。やばいぞ小泉あれ。完全に壊れとるぞ。月本非常だな。わかるだろう、ミスター月本。君が玉を追うのではない。玉が君を追うのだ。君は強くなる。感じるだろう、ミスター月本。玉が君を追うのを。さあ、見せてくれ。君の性能を。抜くぞ、拾ってみせろ。そうだ月本。玉が君を追う。哇！なれるかな？僕もペコみたいになれるかな？哦，他因为ペコみたいになりたいんだ。ペコみたいに。おい、ひっくり返っちゃった先生。用尽全力激发出了他这个。死んだ。死了。保健室行ってこいし。あれ。しかし笑っとるぞ小泉。Mr. 小泉非常的开心。僕先に行くよペコ。好像就是小时候是 Pico 教他，就是开始打。ふざけんなこら月本。先生そっとしてんだろこら。シカトしてんのかよ。おい、待てよ月本。哦，结束了。感觉好好看啊，还挺不错，真的完全有吸引到，被吸引到了。但其实这集能看到，就是 Mr. 小泉作为教练，其实也很关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就是这么看重他的教练，其实可能他的才能也不会发光的，是吧？有些老师就是他要自己都不想学的话，老师也不会管他。哦，就是说，如果他自己没有那种学习的斗志的话，是吧？但有时候也有一些学生。他有潜力能学得更好，老师也会就是帮助他一起去激励他，然后能变得更好。我觉得就是小泉他就是看到了月本他的这个潜力，
对吧？就其实有时候可能就算月本他自己没有什么斗志，但是靠老师这么激发他一下，他可能就是能达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高度。对，很喜欢就是他那段变身机器人的，对，还有他不是有很多那种机器人的音效也很有意思，他就是自己默念3遍英雄参上来召唤那个机器人，感觉就是召唤自己心中的这个潜力，手臂这样一下变成那种机器的形状，真的很酷，而且有种就好像是触发他那种肌肉记忆一样。把它就是藏在就是最深里面的这个战斗这个意志给激发出来。我觉得就是他毕竟一直以来都一直在练习这个乒乓，所以他很多那种技术啊什么都已经蕴藏在他身体里了。我觉得就是说他是机器人，就一方面是说他的这个技术高超，另一方面有点像是他很冷血，就是没有感情的那种，没有感情机器，对，击球机器似的，就跟那个什么那个太阳那个Pico 那说话也就是星爷，确实一句话不说。我还很喜欢，就是紧接着他不是把所有的背景都感觉像虚化了，只留下他们这种黑白的线条和地上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板，就好像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周围的一切都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了。不管是小泉和还有月本，他们在第2局的这个时候都已经完全进入到那种特别沉浸的一个阶段了。其实我觉得小泉他应该是真的有享受到这个运动里，但是你觉得月本呢？你觉得他有在享受这项运动吗？那我觉得变身了以后就是享受了，就是能看出来他有这种斗志。然后呢，小泉老师他这个就是感觉激发出来自己也很欣慰，对。而且在最后一球的时候，他不是有不断闪回到感觉是他跟 Pico 小的时候的那种画面吗？对，就感觉他应该过去是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被霸凌过哎，不然他为什么把自己一直锁在 locker 柜里呢？不知道，感觉就是性格可能受到某种打击，就觉得自己心里比较自闭吧，可能。小时候就是跟他班里的同学有关系呢。可能以后会展现出来，把最开始自己比如说比较乐观的一面，就是变成了机器人了，然后呢，自己藏这么多年，就是把他驯服成了机器人，就冷血无情，就把自己的情绪压抑住了，是吗？很喜欢那一幕，就是类似于破茧成蝶的。就是那个人坐在那个什么桌子上，然后后面一段那个太震撼了，我觉得那一幕。小泉老师也好像是在不断的引导这个蝴蝶它飞的这个方向，在整场比赛中，然后最后这个蝴蝶也是这样飞过了这个乒乓球桌，就好像是在引导着月本能够从他的这个封闭的壳里面破茧而出，就像他从他的这个 locker 柜里出来一样。而且他那个 locker 柜，你看他不是用那个扫帚锁在外面，所以我肯定是外面有人锁的。你觉得他就是默念3遍那个英雄参上，也感觉他好像就是像在等待一个救世英雄似的，就是能出现，好像能拯救他一样。但是他最后就是化身为了这个机器人，化身为了这个他所想等待的这个英雄。对，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一集的，就是小泉老师的台词？就是说什么那个蝴蝶什么飞过大海，不能只有那个什么那么单薄的翅膀，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可能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就只有一点点天赋，然后不去努力，怎么可能让这个单薄的只有天赋的翅膀就飞过这么浩瀚的这个大海吗？你不是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吗？就还是得去努力。我突然觉得就是这个大海我突然觉得这个大海有点像这个乒乓球桌一样，所以最后那个蝴蝶飞过这个乒乓球桌，好像也像是飞过了他所说的这个不能跨越大海一样。对，就是老师在说他那个翅膀非常的单薄的时候，就是也说那些什么失败啊、挫折啊、虚无啊等等。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这么强的心脏，足够强的心脏的话，你可能就是抵抗不住这些失败的压力，所以你就是太单薄了。就是我觉得老师在这个时候就是想通过这些来去教会他到底你需要什么样子的意志力，就是你想要成功，你是必不可少需要去承受一些失败和痛苦的。就像之前那个他说的，他就脱离不了自己的舒适圈，就天天打游戏。他说做自己舒适的事情，但是你说那个游戏机的那个游戏，对，他说
就是要做一些舒适的事情，只要自己喜欢就行。但是其实你要真的就是想成功，你必须要面对挫折或者一些就是困难，你不能一直活在舒适圈里，可能会遭遇一些不舒适的情况和心情，付出一点东西。那当然付出也不一定是会有回报的。那确实嘛，失败其实也没有啥意义，就是成功啊、赢啊、得到那些奖状，还有就是失败啊、一些不好的名声，其实也都对他来说就无所谓。他就是一直想做自己的事情，比如说玩他的那个手柄游戏机那种的。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还有一个天真的地方，就是他把自己一直在不断的逃避吧，不是也不能说逃避吧，但是不要退缩，可能这么说，就是不要退缩。对，请问你的梦想是 ？I have no dream 。你有什么想说的？我也没有。包括这集音乐，我真的太喜欢了，尤其就是它那种充满电子感的对那个机器人中间噔噔噔的声音，中间对，就是配合着他们就是打比赛的那个背景音乐，让人感觉跟着就是想摇。对，还有这个前面那个 opening 和 ending 这个歌词也都挺好，歌词我也觉得真的。其实 OP 里面就有一段。他不断奔跑的那个线条，然后配合着歌词是那个就这样什么都不做就消失吗？我觉得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很有点突然，你知道吗？就是他平时就是松松散散的，说啥话也爱答不理的，突然就是那么快跑，然后呢跟人接球，感觉有点酷，有点帅。就这样做什么都不做就消失吗？就有点像他不断的隐匿在他这个 locker 柜的黑暗里面。就如果他完全永远都不出来，不去面对这个生活的话，他可能就这样子什么无所事事，碌碌无为的就这样过完了一生了，就是毫无就什么都不做的消失嘛，对啊，没有人会在意，就是挺单调的，就是每天重复着，就是差不多同一种工作，上下这个坐那个火车，然后呢玩他的游戏。真好期待之后能看到月本就是能有一个斗志大提升的时刻，能赢一场比赛。现在我们对月本的这个就是看法都是停留在就是初期的月岛就是没有，这是你这样。你还记得月岛他发现排球非常有意思，想要赢排球那个时刻吗？哎呀，就是打牛岛他们的时候集训嘛，哎，对，打牛岛那时候就是想拦下来他那时候，就是想拦下那一球。也许月本他也需要找到这么一个时刻。我觉得小泉老师就是找回这个他内心最深处的自己，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导师。我觉得就是后面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对手，不管是那个就是光头那个，可能我也很期待他们之后再战，在打什么比赛上，然后有人说是特别有哲理的话，然后就突然被点通了，然后一下就特别强。那这期视频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